欢迎回来。美国总统川普啊，这个礼拜在空军1号上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在4月份他会如期的访问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预计在2026今年年底回访美国。川普并且强调，他还是那句老话，他说：“我与习近平主席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好，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也报道说，美国财长贝森的强调呢。川普跟习近平今年渴望见面的机会有4次之多，这个美中关系呢已经达到非常良好的平衡，双方的分歧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冲突。毕竟今年对美国来说不仅是建国25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呢，今年美国刚才我们也点到了要期中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于川普的执政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大使您觉得4月份这个美中的川习会啊，两国元首会议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但是在4月以前，双方要先刚刚也提到了铺谈，那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对，其实现在农业采购对美国来讲，因为大陆事实上是承诺3年啊，买美国的大豆啊，这个量都是2200万吨嘛，相当大的分量啊。那当然，美国还有很多可以卖的东西啊，尤其农业州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是农牧畜产品啊、农牧产品，这些部分我觉得就川普来看，还是看到中国大陆的潜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对，中国大陆是15亿的消费者，而且这个购买力很惊人，而且越来越富裕啊。那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川普都会深挖的，因为他要选举。尤其他的选票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中部，美国中部的这些 Midwest 的这种中西部的这一些农业州，所以我认为他会在这方面还会跟中国大陆提出很大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稀土部分他虽然没有什么抱怨啊，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在这一方面，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怎么样确保啦。那其他他比较在乎的，可能就跟贝森特比较在乎，就是说。美债，中国大陆一直在放松，这个说基本上不止中国大陆，全世界大家都在怎么样？也不能说抛弃美债啊。不过你看这个黄金的价格往上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大家对美元的这个信心正在下降。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有大概7000多亿的美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关切的重点。那其他的话就变成可能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现在川普寄望很深的委内瑞拉，怎么样啊？让委内瑞拉继续就范，对不对啊？俄乌战争的话，照川普的方向发展，那么伊朗的问题呢，不要失控。我想这都是川普比较在乎啦。那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第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对于台独的这个走向。他们大陆一定希望美国要协同来制止。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还有军售的问题，这个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讲都认为算是很严重的挑战。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还有比较重视的话，应该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也是在台面上，在整个的 agenda 那个部分算是排在很前面的问题了。那其他当然就是中美贸易。那对于中美贸易来讲，我觉得话大的问题目前看起来不会继续恶化。那双方已经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框架，然后就在不断的盘点双方落实的情况。那前一阵有人说，就是说川普又说谁要跟这个委内瑞拉买石油，我就给你25%；谁要去跟这个伊朗那个，我要给你多少%的这个问题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最后形成实际的动作。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还是会跟美国再做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希望尤其在各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互相的彼此的这个对待上面不要有开倒车。那中国大陆应该还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件，尤其在美国就有关对中国大陆的各种科技的这种竞争抵制上面还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这种项目出来？我想大陆也会在这方面来提。不过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是以经济为重，中国大陆还是以这个两岸关系跟相关的政治问题为重。对，所以呢，
应该会有很多交换的空间，各有各自的这个 priority 优先处理事项哈。那当然，这个美中之间开年到现在快1个月了，看起来似乎有缓和的迹象。就像最近这个美中之间长达6年的 TikTok 互相交手也有了最终结果，因为 TikTok 的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最近就签下了协议，未来旗下美国的业务呢将会由美国的新团队来主导。川普22号特别发了文，感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了这样的案子。那 TikTok 在新闻稿中也表示说呢，这家叫做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新公司将会确保 TikTok 的应用程式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而这家合资公司呢是由一个7人董事会来管理，这成员包括了 TikTok 的美国执行长就原来的执行长周受资。还有呢，就是甲骨文公司的执行长办公室执行副总叫做格鲁克。另外像是几家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像是这个 Silver Lake 的代表，还有阿联酋投资公司 MGX 都是。那 TikTok 呢，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将会保留业务当中19.9%，就将近1/5的股份。好，这个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美国合资公司到底在成立之后，因为它未来会主导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乃至全球的营运那这个部分的看点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蛮有趣的事实上它本身来说是一个 TikTok 是一个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创新，就最终被美国扣了一个国安的帽子，对，被强迫分润但是这个结果来说 ，Oracle 跟 ByteDance 都是赢家。Oracle 有这个 OpenAI、TikTok 还有 Paramount 这些 partnership。所以是好的，在 ByteDance 等于说你套现了。那另外，即使在 TikTok 经营团队加上一致行动人，还是有过半的一个 control， 而且得到的是一个美国的估值那这个 TikTok 当然还会有 ByteDance 的一个授权，而这个在美国在调，它本身就一个数学演算法，就一个数学调一些习惯，事实上可能会更接地气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最终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中国太卷了。每一个省都有状元，彼此都在对打。他们只是用一个城乡差距的生活模式，结果在中国把一个成功的模式复制出海到美国，就大发利市。对，所以这次这个 TikTok 终于完成了整个交易。当然，这个背后除了有先前所讨论的国安考量，还有包括商业考量，这种种。所以 NBC News 呢也指出 ，TikTok 在新闻稿当中表示呢，新的美国公司要基于美国用户数据，会重新的来训练、测试跟更新内容推荐演算法。这个演算法呢，未来也将会储存在甲骨文的美国云环境当中，是存在美国的 Cloud、美国的云。那为的就是要确保这个资讯的安全。好，从这个案例来看当然它是一笔商业交易，也是一笔攸关国家安全，因为先前举起这个国家安全的大棒说这是跟国安有关。如果美中连国安都能够谈成一笔买卖的话呢，还有什么不能够被交易的这是外界现在在这一个交易案之后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最终各取所需，它是有凸显的意义跟提醒是什么呢？庄老师，是荣哥说的好话，国安问题如同大是大非的这个问题一样，是没有任何交易空间的，就要比领土一样不可能让渡的但是从这个 TikTok 的事情来看，记不记得在拜登总统任内当时要求字节跳动把所有 TikTok 股份卖给美商，否则呢要禁止它这个等于是禁止使用对，那这就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因为只是用国家安全作为幌子，目的还是为了商业交易？不过后来真的被封禁了，如同我们台湾政府封禁小红书一样，一直到川普上台之后，才用行政命令才把它解除。所以这让我们感到耐人寻味，真的是国家安全议题吗？还是只是一个商业操作的手法？那从事后诸葛来看，好像比较多数人认为，真的是只是一个商业交易。那为了商业交易，国家安全是可以商量的。特别是荣哥刚提到嘛，大家最关键的演算法，过往我们认为能够动摇国安的，无非是核子武器、航空母舰、核子潜舰、长程导弹这一些，后来慢慢变成会影响国安的，包含什么？认知作案、资讯作战，现在慢慢变成所谓的Algerian 这种演算法变成用它来控制整个国家安全。那么我们会认为就是说，
刚刚讲的，不管是认知作战还是传统的那些军事武器，都比较容易察觉，比较容易体会。可是呢，演算法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上网行动中呢，把资讯送到你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的哈。那曾几何时，它也成为一个决定国家这个安危还有世界局势的一个武器。那特别要澄清，就是说 TikTok 跟抖音完全是两回事哈。那很多国内的名嘴跟这个立委在讨论的时候，他把它搞混，都把它混为一谈。对，那特别说明，一样是字节跳动推出的软体。